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各位再次来到我的频道。6月28已经过去了，编程马拉松也已经开跑，我也总算抽出点时间跟一下这个进度。这期总结筛出编程马拉松指南议程中的重点，同时谈谈此举的意义，希望能够帮助各位。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y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别忘了点亮小铃铛，打开提醒，支持一下高恩。我们先来看派编程马拉松指南议程的重点。这里分了13点，其实也就是按照那个派官方博客的一些发布的内容做了一下重点抽出，做了个总结吧。第一点，派编程马拉松是开发者社区的第一项活动，同时也是开发者与先锋的合作活动，开始进行生态建设。第二，时间段从2021年6月28日到2021年8月10日，持续7周。第三，应用程序分为2个大方向：改进派生态系统和功能，以及为消费者商业产品提供服务的商业应用程序。第四，奖品，2个方向的应用程序最后评比，各有5万美元加5万派作为奖品，意味着总共为此次活动提供了10万美元加10万派的奖励，总共分为4个奖项：一等奖2万美元加2万派，二等奖15000美元加15000派，三等奖1万美元加1万派，外加5位荣誉提名或获奖者，每人奖励1000美元加1000派。第五，在 Brainstorm 应用程序上加入编程马拉松，提出想法或者加入现有的团队，然后会收到 Discord 频道邀请。第六，编程马拉松并不意味着必须会编程，均衡的编程马拉松团队不仅需要开发人员，同时需要业务、营销传播、UI 设计、其他技能等等。所以屏幕前的你完全可以汇总下自己的技能和资源，想想如何参与进这项活动。比如高恩有互联网运营经验，同时拥有自媒体，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项目，以宣传、营销或者业务方面的技能参与进去。第七，第1周主要是项目提出申请阶段，通过后组建或寻找合适的团队。今天是中国区的周日，这一周也算是基本过完了。第8，第2周主要是核心团队研讨会第一部分，此会议将在7月7日进行，主要是核心团队技术成员问答的环节，解决构建应用程序的前期问题。会议将在派应用主屏幕上进行。第9，第3周主要是核心团队研讨会第2部分，以及项目进度报告提交。研讨会在7月15日举行，而7月18日，项目团队需要在太平洋时间晚上10点前邮件提交终点进度报告。第10，第4周将会初步在派应用主屏幕中进行部分项目亮点展示，7月22日进行进度视频的展示。第11，第5周是项目编程的最后1周，也就是开发的最后阶段。7月29日继续在派应用中进行部分项目亮点展示。7月31日，各项目团队需要在太平洋夏令时间晚10点前提交最终项目和 PPT。第12，第6周就是派核心团队评审及派社区评级阶段。8月3日，派核心团队选出顶级项目，先锋可以在应用程序中对自己认可的项目投票。8月7日进行评分汇总。第13，第7周将会宣布派编程马拉松的获胜者。8月10日，获奖者将在派应用主屏幕上和其项目最终演示一起公布。看完了这些，我们也就能更明确派的这个项目进度了，能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我来谈一谈对于此举的一些个人的观点。
此举意味着头脑风暴进入第二阶段，其实也意味着生态建设的第二阶段，孵化派产业链雏形。相信经常进入头脑风暴应用程序的派友们早已发现，相比之前仅有2个 KYC 提案，现在提案列表中已经有了许多，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想法，这都表明生态建设正式开始，进而孵化派公链的产业链雏形。这里先提一个数据，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指出，围绕以太坊区块链构建的产业，目前每年创造的收入高达90亿美元。随着以太坊 2.0 上路，明年数值或许将翻倍到200亿美元，2025年有望再翻倍到400亿美元。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由于能源消耗的现实问题，以太坊也不得不从 POW 机制转向 POS 机制，做出技术升级。既然如此，就像之前我的内容里论述过的， Pi Network 拥有更高效、更低手续费、更节省能源的优势，同时也就能更好地对接各种应用场景，不仅仅限于 P2P 接待、流动性挖矿和其他去中心化金融模式的产业链。Pi 的产业链更会融合进实体经济。这样来看，2条腿走路是不是也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以太坊是目前生态内容最为丰富的公链，尽管 Pi Network 相比以太坊网络还是未出生的胎儿，但不得不说，由于各项基本因素奠定的优势， Pi 在总体的发展路线上要更有优势，对标以太坊的产业链将会是必然。若以太坊将来止步无法解决高手续费的问题， Pi Network 的相关产业链综合创收超越以太坊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摩根大通的分析师指出了，以太坊 2.0 下的生态产业链将会在5年内达到年创收400亿美元。那各位派友不妨预测下，5年后 Pi Network 产业链的年创收会达到多少？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下评论。5年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下结果。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恩社群，添加群主高恩，我再将大家拉入混沌界社区主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互相交流借鉴，更是可以探讨布局，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有方向了再加入布局资源群，或者扫描电报群2维码加入电报群，看哪个方便吧。总之，先和大家伙儿熟悉起来吧。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来一波3连支持一下高恩吧。如果你想熟悉交易市场，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更稳定些。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高恩，下期再会吧，拜拜。